你有没有想过，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投资才能真正开始帮我们赚钱，而不是我们每天辛苦为钱工作？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个超真实的案例。这是一位投资者，他在2022年10月公开了自己的数据，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一下，他是怎么达到那个传说中的复利拐点，亲眼看到自己的财富开始爆炸性成长。好，所以今天我们会这样走。首先，我们先来搞懂这个复利拐点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会跟着他一起走过这趟长达9年的投资旅程，看看他中间是怎么度过那些市场大风大浪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现在的投资组合，成果真的蛮惊人的。好，第一部分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名词——复利拐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你把它想简单一点，它不是一个终点站，它比较像一个关键的讯号灯。这个灯一亮，就代表你的财富成长模式要准备进入一个全新的，而且是加速的阶段了。讲白话一点，这就好像你养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一开始可能就只有你自己在赚钱，但到了这个拐点之后，你那只鸡，也就是你的钱，开始自己下蛋，而且下的蛋还会孵出更多会下蛋的鸡。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力，整个成长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哦。其实对于这个拐点到底要怎么定义，专家们有不太一样的看法。像有一派 Kate， 他的标准就非常非常高，他觉得要你的1年赚到的投资收益超过你过去所有投入的本金才算数。哇，这真的超难的耶。那另外一位大人哥，他的看法就比较不一样，他看的是一个黄金交叉，就是当你的金融资产的总价值超过你未来这一辈子还能赚到的薪水总和的那个时间点。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定义啦，只要达到了，都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好，理论的部分我们大概知道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点真实的东西。这趟9年的旅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这个听起来很棒的理论，在现实世界里又是怎么花了整整9年才好不容易达成的？OK， 这张表可以说是浓缩了这位投资者从2017年开始的血泪史啦。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投入本金跟累积损益这2排数字。你可以看到中间经历了像中美贸易战啊、新冠肺炎啊，还有后来的升息风暴这些大事，这2个数字是怎么互相拉扯变化的。那这一张图呢，我觉得就是整个故事最精彩的地方了。你看前面好几年代表投入本金的柱子都遥遥领先对吧？结果就在今年，代表获利的橘色柱子咻一下，终于超越了本金。各位，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那个复利拐点，活生生在你眼前上演的瞬间。当然啦，这颗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看，他花了超过14年的时间上班存钱，然后又花了快9年的时间，持续的把钱投入市场。这中间还经历了好几次那种会让大部分人吓到全部卖光、毕业出场的市场大地震，真的是熬过来才有的这个成果。那这么长时间的坚持，最后换来了什么？答案是高达29.26% 的9年内母报酬率，也就是 IRR。老实说，这个数字真的非常非常惊人。不过我们都知道，想通往财富自由这条路绝对不可能一路顺遂的啦。想要有这样的成果，就代表你中间一定得有本事，熬过好几次超级剧烈的市场震荡。这句话，我觉得，完全点出了长期投资最残酷，但也最真实的核心。这真的不只是比谁聪明而已，它更像是在磨练你的心脏够不够大颗。问问自己，当所有人都吓到在逃跑的时候，你敢不敢继续留在场上？我们就来看一个最近才发生，而且让很多人痛到不行的例子。这根本就是一场真实世界的压力测试。
没错，就是今年4月那一次让一堆人血本无归的市场大崩盘。好，我们把时间倒回今年的4月，你看当时它的持股市值还有3400多万，净资产也有1700多万。但是注意看质押维持率这个数字，这其实已经透露出一些风险的讯号了。然后没多久，整个盘势急转直下，它的投资组合就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首先是这个质押维持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用杠杆的时候一个安全缓冲区，倒是这个缓冲区一口气就蒸发了快28个百分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它离被券商强制砍仓，也就是俗称的断头，又更近了一大步。再来，更直接的冲击就是钱。它整个投资组合的总市值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人间蒸发了超过4002万台币。那市值蒸发，当然也就直接反映在他的个人净资产上。你看账面上一瞬间就少了快400万，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那个感觉吗？看着自己辛苦这么多年的积蓄就这样不见了，那种压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也就是在这种最痛苦、最让人想直接登出不完的时刻，他选择坚持下去。也正因为这个坚持，他才有机会完整的参与到后面那场，同样也是超级惊心动魄的 V 型大反转。好，我们时间快转5个月之后，你看一下9月跟10月的数据，这就厉害了。整个投资组合不止把之前亏的全部赚回来，甚至还冲破了历史新高点。不管是净资产还是维持率，都远远超过了大跌之前的水准。而且你看光是从9月到10月，就这短短1个月，它的净资产就增加了超过281万。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待在市场里不要乱跑这句话威力到底有多大。好的，那经历了前面这场惊涛骇浪之后，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投资组合现在此刻到底长什么样子。OK， 截至10月16日的最新数据，总市值超过了4300万，净资产也快要2800万了。那最重要的，你看那个质押维持率回到了315%，这是一个非常健康、安全的水准，代表它整个投资部位的风险已经大幅降低了。不过，真正会让你吓一跳的是这张图。你看看，如果从4月大跌的那个最低点开始算，到10月，短短6个月的时间，它的净资产竟然增加了整整1000万台币。各位，这就是复利的力量，再加上市场反弹的威力，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创造出的惊人爆发力。所以今天这个真实的案例，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只要你有一个清楚的策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那份坚持到底的纪律，那么复利的力量就不是什么教科书上的理论，而是真实而且强大到吓人的。那最后，这也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看完了他的这趟旅程，回头想想自己，你觉得你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复利拐点呢？